这部电影导演从一开始就骗了13亿人，直到结尾你才会恍然大悟，这就是意大利烧脑悬疑力作《迷宫中的人》。视频有点长，小心腿麻。故事开始，一个女孩在路边看到一辆车，她掏出口红对着车窗开始补妆，但很快她发现了不对劲，车内突然亮起了一双红色的大眼睛，下一秒车门打开，女孩就这么被绑上了车。随着车辆远去，镜头一转，一个女人从病房中苏醒，她身体虚弱，腿上还打着石膏，更重要的是她似乎失忆了，脑中思绪混乱。这时心理医生雨舒走进病房，告诉女人，你就是开头被绑走的那个女孩小鹿。小鹿被绑匪整整囚禁了15年，直到前几天警方接到报案，在一处沼泽发现了昏迷的小鹿。经过医院检查，发现她之前被人注射了一种精神类的药物，导致小鹿出现短暂的失忆。这种药物长期注射还会导致记忆混乱。雨舒解释自己是心理医生，负责帮助小鹿恢复，好协助警方抓捕绑匪。听到雨舒的解释，小鹿还是没有放下紧张的情绪，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这是一个游戏，直到雨舒告诉小鹿，你现在很安全，不但门口有警员24小时守护，镜子的后面还有警长正在观察这里的一切，这才让小鹿渐渐放松下来。另一边，侦探强叔也通过新闻得知了小鹿被救的消息，但绑匪是谁还不得而知，这让强叔陷入了回忆。原来15年前，小鹿的父母曾拜托强叔寻找过自己的女儿，但自己收了钱却没抓到真凶，因此小鹿的案件也成了自己心中的一根刺。如今的强叔身患绝症，为了让自己不再遗憾，他决定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，一定要把那个绑匪救出来。随后，强叔找到了自己的线人点心铺的白妹，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，他总能第一时间打探到各种消息。白妹告诉强叔，小鹿被找到是因为有人向警方报案，但奇怪的是，事后那个报案人却消失不见了，警方也找不到线索，这让强叔立刻警觉起来，这个报案人一定知道点什么。回到病房，在雨舒的引导下，小鹿渐渐想起了一些事。他记得自己被绑到了一座地下迷宫之中，他只知道绑匪一直在和他玩一场游戏，因为他醒来时面前放着一个迷你的方块迷宫，只要他破解了手中的迷宫，跟随着找到对应的房间，里面就放着食物和水。但随着迷宫越来越难，他渐渐的无法得到生存的物资，为了不让自己渴死，他甚至喝了马桶里的水。有一次，他找到了一个房间，房间里传来一个女孩求救的哭声，而房门上贴着开门的密码。小鹿打开房门，见到了一个头戴红花的女孩，而女孩在见到小鹿后，却突然拿出藏在身后的匕首。原来绑匪告诉女孩，只要他杀了小鹿，就会放女孩离开。小鹿吓得急忙关上门，缩在角落，任凭女孩如何苦苦哀求，小鹿也不敢再搭话。渐渐的，哀求变成了谩骂，直到几天后，房门内不再传来任何动静。小鹿知道那个女孩已经饿死在了房间内。画面回到强叔这里，强叔找到了负责小鹿案件的警员，说明了自己的来意。他想听听之前那个报案人的电话录音。警员本不想答应，但架不住强叔的执着，还是让强叔听了录音。可诡异的是，录音中报案人的声音模糊不清，就像某种机械合成的声音，而且报案人只是说了发现小鹿的地址后，就匆匆地挂断了电话。警员告诉强叔，这是变声器的效果，报案人就是故意不想暴露身份，报案用的手机也是偷来的，因此警方根本找不到这个报案人。但强叔没有放弃，他开车来到了发现小鹿的地方。这里地处偏僻，附近只有一个当地人开的小酒馆。强叔找到酒吧老板询问线索，突然身后传来了一个机械般的声音，和电话中报案人的声音一模一样。他转过身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因为大面积烧伤毁掉了声带，因此在脖子上安装了一个发声器的男人。强叔知道他就是报案人，便伪装成警察，告诉报案人，警方已经将你当成了绑架小鹿的同伙。此时酒吧周围已经布满了警察，就等着将你缉拿归案。报案人听后慌了，立刻将那天发生的事都说了出来。原来那天在沼泽地里，他不只见到小鹿一个人，还看到了一个头戴着诡异兔子头套的男人，兔子的眼睛是2个红色的爱心。那个兔子人见到自己以后，什么都没做，直接转身离开了。因为事情太过诡异，因此报案人才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给警方。强叔也感觉十分不解，他来到警局的失踪人口档案馆，想看看过去所有的失踪信息里有没有和兔子有关的失踪案件。这里的负责人是一名胡子哥，因为人口失踪案调查难度大，大部分都是悬案，很少警员愿意触碰，因此这个部门看似满墙的档案，但真正的负责人只有胡子哥和一名女警，而那名女警也外出调查了。胡子哥还兼职帮助女警照顾她的孩子。胡子哥查阅了整个资料库后发现，过去所有的失踪案里只有一起案件和兔子有关。1983年，一个名叫罗宾的10岁男孩失踪，而3天后他就被人找到了，可男孩却对自己这3天的经历闭口不谈。更奇怪的是，男孩回到家后不久，他的父母却突然放弃了抚养权，将罗宾送到了一个寄养之家。后来寄养之家的院长发现，罗宾将整个寄养之家的兔子全部杀了，还在后院为这些兔子修建了一个墓园。强叔认为只有对兔子怨念极深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他根据胡子哥提供的地址，找到了当年的寄养之家，伪装成社工，打探罗宾的消息。老院长对罗宾的印象很深，说罗宾是黑暗之子。有些人因为长期被囚禁在黑暗中，当他们重新回到光明时，就会性情大变，因为他们已经被黑暗侵蚀。
院长说罗宾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的父母之所以放弃抚养权，是因为他们被罗宾吓坏了。随后院长将强叔带到了地下室，找出了一本罗宾当年留下的兔子漫画，漫画上的兔子就有一双红色爱心形状的眼睛，看来这个罗宾一定和那个兔子男有关系。就在强叔翻阅漫画时，院长却突然从身后将强叔打晕。原来院长无意间看到了强叔的身份证，知道强叔伪装了身份。等强叔再次醒来，发现院长正和一个男人在楼上对话，从两人话语中可以听出，那个男人就是罗宾。院长质问罗宾到底做了什么，为什么会有私家侦探找上门来，但罗宾没有回答，而是直接将院长打死。强叔知道自己不是罗宾的对手，他在楼梯设下陷阱，当罗宾下楼时，强叔将他绊倒，随后跑到楼上，拿起车钥匙就逃离了这里。但他没注意的是，他将自己的手机遗落在了这里，而墙上一个戴着兔子头套的影子缓缓升起。强叔逃离之后，直接来到了警局，将今晚发生的事都告诉给了负责小鹿案件的警员。他认为罗宾就是绑架小鹿的绑匪，但警察却说，他们派去寄养之家的巡逻警表示，那里发生了大火，他们的人暂时无法靠近。而且警察也不相信强叔的调查，因为他们通过心理分析认为，绑架小鹿的人属于虐待控制狂，这样的人对杀人不感兴趣，反而喜欢设计一些小游戏，玩弄被害人的心理。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想将被害人变成和自己一样的人。警员劝说强叔放弃调查，因为这起案件远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。强叔听后也陷入了动摇，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查下去。离开前，他见到人口失踪部的胡子哥跑出来大闹，原来他的那名女警搭档自从去调查案件后，已经失联了2天了，但警局的人对此都不重视。强叔看着独自站在角落里的女警的女儿，似乎见到了当初被绑架时的小鹿，坚定了自己继续调查下去的决心。离开警局后，强叔去拜访了自己的画家朋友，他想知道罗宾的这本漫画究竟在表达什么。朋友看过漫画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，这本漫画表面上看只是一本普通的漫画，但只要将漫画放在镜子前就可以发现，其实这是一本崇尚恶魔亵渎神灵的漫画。深夜，强叔突然收到一封邮件，而里面的内容让他立刻紧张了起来。他的线人白妹被人绑了起来，而他的背后是一个兔子的倒影，显然是罗宾根据强叔的手机找到了白妹，并展开了报复。强叔立刻赶到白妹的家中，但为时已晚，白妹已经被残忍的杀害，而床上放着的正是强叔的手机。就在强叔懊悔的时候，浴室里突然传来声响，强叔拿着手枪缓缓靠近浴室，拉开浴帘，只见一个戴着兔子头套、腹部还有刀伤的人躺在浴缸中。男人脱下头套，向强叔解释自己是一个牙医，他们家的园丁绑架了他的妻子还有孩子，逼着他戴着头套来到了这里。说完就晕了过去。强叔只能联系了警察和救护车。另一边，雨叔对小鹿的心理开导还在继续，他询问小鹿，你在迷宫中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是你的精神支撑？被雨叔这么一提醒，小鹿想起有一天自己在床上发现了一只小猫，正是这只猫让他难熬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。但雨叔却说，绑匪的目的是囚禁折磨你，又怎么会送你一只猫呢？他让小鹿看看自己的腹部，或许会想起什么。小鹿缓缓解开扣子，才看到自己的肚子上竟然有一个剖腹产留下的伤疤。雨叔告诉小鹿，15年前你还是个学生，没有男友，这说明这个孩子极有可能是你在迷宫中被绑匪侵犯后生下的。小鹿听完雨叔的话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在迷宫中陪伴自己的根本不是猫，而是自己的孩子。他情绪激动地询问雨叔自己的孩子呢，但雨叔也回答不出来，因为警方在沼泽地里只见到小鹿一人。画面回到强叔这里，警察经过调查发现，牙医并没有说谎。他们赶到牙医家时，他的妻子女儿的确都被人迷晕了。强叔向牙医的妻子询问起他们家园丁的事，牙医妻子说，那个园丁一直很奇怪，他经常盯着自己一家人看，感觉很渴望这样的生活，而且那个园丁的脸上有一块红色疤痕，看上去十分丑陋，自己不大愿意和他接触。不过女儿和园丁的关系一直不错。强叔询问牙医的妻子，迷晕你们的人就是园丁吗？但牙医妻子惊恐地说道，不是，迷晕我们的是兔子。显然牙医妻子有些惊吓过度，但这句话也将所有线索串联了起来。强叔分析这个园丁就是罗宾，他之所以要戴上兔子头套，就是为了掩盖自身的缺陷。很快警方根据牙医妻子的描述，画出了园丁的画像，并发布了通缉令。与此同时，牙医的女儿送给了强叔一张画，画很正常，但牙医女儿的笑容却有些怪异。离开牙医家后，强叔来找到胡子哥。强叔认为罗宾脸上的疤痕很可能就是当初失踪后造成的，他让胡子哥查查有没有罗宾失踪前的照片，但因为时间过于久远，加上罗宾只失踪了3天就被找到了，因此相关档案少得可怜。但强叔还是发现了线索，罗宾失踪前经常去一家教堂，他打算去那里看看。听到强叔打算独自调查，胡子哥不免有些担心，因为他的搭档也是独自去查案，到现在还没有消息。第二天，强叔就来到这家教堂，他谎称自己多年前也在这里生活，现在想要找当年在这里一起玩耍的朋友罗宾叙酒。可这座教堂的牧师是新来的，并没有听过罗宾的名字。不过在他的指引下，强叔在教堂的旧物仓库发现了罗宾小时候的照片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强叔偷偷地拿走了照片。临走前，牧师告诉强叔，如果你想找当年的那些人，不妨去问问兔子，
听到这个称呼，强叔瞬间回过头。牧师解释，兔子是这座教堂的老主教，这里的人都这么称呼他。强叔立刻询问了有关这个老主教的情况。牧师说，老主教得了重病，一直住在医院里，而他之前就住在教堂的地下室里。强叔来到了老主教之前居住的地下室，这里看上去就像一个牢笼，收音机里循环播放着洗脑的音乐，而且房间里的人形模特上竟然也戴着一个兔子头套，这让强叔确定这个老主教一定和罗宾有着某种关系。他来到医院，找到了病入膏肓的主教，说明了自己的来意。没想到老主教没有隐瞒，反而把一切都告诉给了强叔。其实老主教在自己的年幼时也被绑架过，绑匪同样戴着兔子头套，他将自己锁在黑暗之中，让自己用镜子观看那本黑暗的漫画，直到自己被警方救出。但他并没有恢复正常的生活，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的内心已经被黑暗侵蚀。长大之后的主教成了新的兔子绑匪，他绑架了罗宾，并对他做了同样的事。那本兔子漫画也就这样传到了罗宾的手中。如今罗宾也成了兔子绑匪。强叔没想到，他们竟然将绑架当成了传承。绑架小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在他们身上重现自己的悲剧，还为了创造出另外一个被黑暗侵蚀的兔子绑匪。他拿出罗宾的照片，询问罗宾身边的小男孩是谁，或许从他的身上能够找到有关罗宾的线索。可老主教在见到照片后，却诡异地大笑起来。他告诉强叔，那个男孩是罗宾小时候的玩伴阿伟。离开病房后，强叔打听到了阿伟如今的家，可是家里似乎没有人。强叔就进到屋内准备等阿伟回家，突然的旧疾复发，让强叔只能坐在沙发上休息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臂，死死地将强叔勒住。好在强叔反应及时，用后脑勺撞开了对方。当强叔转过身后，发现眼前的人脸上竟然有一块黑色的胎记，显然他就是牙医家的园丁罗宾。但罗宾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这时强叔看见了墙上的一幅画，从署名来看也是牙医的女儿画的。画上画的是一家4口，但画中的爸爸却是个兔头人。看到这里，强叔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牙医就是兔子绑匪，而脸上有胎记的才是阿伟。怪不得自己拿照片询问罗宾身份的时候，老主教才会笑得那么诡异。而男人接下来的话也证实了这一切，他才是罗宾儿时的玩伴阿伟。罗宾长大后改名换姓成了牙医，并聘用自己做了他们家的园丁。可既然罗宾就是兔子绑匪，为什么他在杀掉白妹后还要刺伤自己留在现场呢？强叔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可能，罗宾在受伤后被送去了当地最大的医院，而小鹿也在那家医院中。显然罗宾的目标就是小鹿。画面回到病房中，雨叔给小鹿带来了一份三明治，这让小鹿想起自己在迷宫中每天都会收到绑匪给他订的披萨，这也是他和现实的唯一联系。他时常幻想送披萨小哥的相貌，以此来增加自己对外界的希望。雨叔笑着安慰小鹿，你现在已经获救了，康复后你就可以试着去寻找那个披萨小哥。就在这时，雨叔接到一个电话，离开了病房。另一边，罗宾从病房中醒来，他拔掉了身上的管子，捂着自己的伤口，来到了小鹿的病房。可当他掀开被子，里面却是一个假人。原来警方已经接到了强叔的警告，提前将小鹿转移了。罗宾这个兔子绑匪也成功落网，但强叔因为大限将至，死在了医院的抢救室中。胡子哥在抓到罗宾后，来到小鹿的病房，打算看望小鹿。身边的医生告诉胡子哥，小鹿的症状恢复起来十分困难，可能以后都要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了。病房中，小鹿床边的电话突然响起。当小鹿接起电话，里面竟然传来外卖小哥催促着让他快点来取披萨的声音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又是披萨？难道是谁的恶作剧吗？小鹿颤颤巍巍地下床，走向门口。画面回到胡子哥这里，胡子哥还在为小鹿的遭遇感到惋惜。然而镜头一转，躺在病床上的并不是女主，原来她才是小鹿。那么女主到底是谁？她来到病房外，眼前是一条漆黑的走廊。女主用力将手中的球丢了出去，随着灯光亮起，这里竟然还是那个如地狱般的迷宫。原来一切都是假的，刚刚的一切不过是绑匪和自己玩的另外一场游戏。女主朝着走廊的尽头走去，在一个小房间内，她看到了戴着耳机正在记录之前对话的雨叔。女主悄悄打量周围的环境，四周堆放着各种假人，喇叭里放着医院里的环境音，在墙壁上的一名镜子上挂着小鹿的寻人启事，比对着小鹿的样貌。女主摸了摸自己的肋指，竟然一下将肋指擦掉了。她这时才知道，原来自己不是小鹿。转过身，她看见墙上挂着一张画着迷宫出口的图纸。记住这里的位置后，她再次回到了病房，准备伺机而动。等雨叔回来，女主开始找话题，主动和雨叔聊起了家常。雨叔也没有防备，全都一一回答。而女主突然问道：“这里真的是医院吗？”雨叔下意识地回答：“不是。”女主嘲讽地笑着说：“没想到自己竟然被骗了这么久。”但奇怪的是，雨叔却一点也不意外。他似乎早就知道女主会发现真相，他将一切都告诉给了女主。其实不仅你的身份，还有这间病房是假的，包括你腿上的伤也是假的，而且你根本没有被囚禁15年，你是在小鹿获救之后才被我抓来的，时间不过1年而已。雨叔利用大量的药物干扰女主的大脑，让她神志不清，失去记忆，并用电视里的新闻欺骗女主，让女主以为自己就是小鹿。听到雨叔的话后，女主得意地笑了起来。她知道了真相，说明这场游戏是自己赢了。但雨叔接下来的话却让女主毛骨悚然。原来这样的游戏，雨叔已经和女主玩了无数次，
每次女主最后都能发现真相，但只要雨书加大药量，女主就又会失去记忆，而这场游戏也会重新开始。说着，雨书就准备往药品中加大药量。女主看准时机，一脚踢倒了雨书，接着跑到刚刚的房间，从墙上拿下那张地图，顺着地图上的出口跑了出去。但奇怪的是，女主明明一瘸一拐，行动不便，却始终不见身后的雨书追上来。就这样，女主顺利地逃出迷宫，看着周围环境似乎那么熟悉，女主的脑中一阵剧痛，无数记忆在她的脑中恢复。女主终于想起了自己的身份，原来她就是胡子哥的女警搭档。当初她在调查一起失踪案时，发现了雨书这名潜在的绑架犯。她根据收集的线索找到了雨书的藏身之处，却在抓捕雨书的过程中反被雨书控制，之后就被雨书关押在了迷宫中。在长达1年的精神折磨中，她逐渐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而她肚子上的疤痕也不是因为在迷宫中被侵犯后生下孩子，一切都是雨书对她的思想控制。她的女儿如今还在由胡子哥照顾。想到自己的女儿，女主坚定地迈向远方，踏上了自己回家的路。很多人认为雨书就是第1代的兔子绑匪，认为他绑架了老主教，之后老主教化身成为2代兔子绑匪，绑架了罗宾，最后罗宾成了3代兔子。如果你那么认为，那么就被导演给骗了。其实一开始导演就设下骗局，让我们以为女主在病房内和强叔调查案件是同一条时间线，之后更是丢出老主教也曾被绑架，让观众以为还有一个初代兔子。但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雨书的作案手法和兔子的作案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兔子绑匪的目标都是小孩，他利用邪恶的漫画侵蚀孩子的内心，而雨书更像是一个心理学者，他绑架女主就是为了研究如何操控人心，所以他才会在每次和女主对话完之后，研究2人的对话并进行记录。至于他为什么故意放走女主，或许就是为了观察女主逃出升天后的心理变化。你们觉得呢？